7204也是来到结构9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止跌信号啊？这边有没有止跌信号？这边已经出现止跌信号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一个已经出现止跌信号了，所以关键位置这个就是所谓的关键位置。第二，我们来看一下高穆达5398。OK， 好，高穆达也是把这个9号跌破。如果我们的6742像高穆达这样子把9号跌破的话呢，来问大家一句话，你应该怎么办？6742啦，像高穆达这样子啦，跌破结构9，你要怎么办？跑错也要跑。目前6742已经给你看到了，然后呢，高穆达也给你看到了。然后我们一直讲的这个白色蜡烛，大家也已经看到了。白色蜡烛呢，就是我们弱势抄底的信号。这一个指标呢，你一定要有，你常常会抄底抄在半山腰。这个就是要给大家了解到的 utility 啊，还有就是我们的科技股。好，今天的科技股，还有0128翻根也是跌了一个3.568间。OK， 来看一下0128美不美？今天它却在我们的这一边出现了 exit 信号。OK， 出现了 exit 信号啊。你看到 exit， 你一定要跑吗？这边也是出现 exit 信号，但是呢，有跌破吗？没有跌破的话呢，不要乱跑哦。他很喜欢低开高走哦。原来0128这一个股票它的庄家蛮红心一下的，喜欢低开高走。看到 exit 的话，不要乱跑哦。你看它黄金在这一边也是出现 exit 信号。如果你跑的话呢，你这一边就少赚了1个亿哦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知道跌破 exit 信号的话呢，那个时候你再离场也来得及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为止呢，整个黄金它来到4379最高位了之后呢，无法突破目前呢，它还是在我们的15分钟图，还是在我们的青色线上方。每一次来到青色线，可不可以让你 DC？ 好，再来我们看5分钟，刚才又来一只长长的下影线，对吗？目前呢又出现了来到我们的关键位置了 ，Formally Position 的青色线。如果跌破的话呢？比如这一边跌破的话呢，下跌的那一个力度你无法想象。所以呢，跌破青色线的话，就是我们做黄金最重要的位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的科技股都跌得蛮可怜一下。来看一下0208呢，这一次反弹了之后呢，又回落下来，然后只要你没有追高都是 OK 的。0083它还没有突破我们的牛熊分界线，而且呢，它还出现了背离，导致你现在会看到它已经进行回调，但是这个回调呢，已经跌破我们的支撑位了吗？基本上呢，它上一次回调来到白色线就已经反弹了，这一次呢，它跌破我们这一个白色网格，已经来到黄色线，它会不会来到青色线呢？这边有一个缺口，目前它已经跌到缺口前一根蜡烛的收盘价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用一个指标来测试一下它有没有止跌信号。现在呢，已经出现止跌信号，第几天出现？第1天出现。好，第1天出现可以让你马上上车吗？不能它必须紫色变黄色才可以上车。这时候呢，60分钟图有没有止跌信号？也是有止跌信号来看看一下6742 60分钟图有没有 Banker Chip？ 日图没有，日图没有代表它跌的还不够低。你看它在日图出现 Banker Chip 的时候出现了 Banker Chip 之后呢，它没有马上涨。
它有反弹，但是呢，反弹了之后又回落下来，反弹几次两三次，回到它的成本价了之后呢，才真正的拉升。好，目前呢，它今天又在回落下来，已经做了什么双底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做出双底？做了双底之后比如这一边，你看出现了 Banker Chip 之后呢，庄家吸筹嘛，但是呢，它有反弹，对不对？反弹了有没有突破？没有突破，所以呢，又再回落下来，没有突破。好，所以呢，它又在往下跌。如果你在这一根 Banker Chip 的时候，你跟着庄家去吸筹的话呢，基本上跌破庄家的成本价呢，你不是庄家，你就先止损先。如果你是庄家的话呢，你在趁它又在下跌的时候，你又再去烧货。但是我们钱不够多，我们先止损。所以呢，目前呢，你会看到庄家的成本价在什么价格？3950。假设你跟着庄家一起去收票，一起烧货，那么如果跌破3950的话呢，你要怎么样？你已经看到有庄家在吸筹，但是呢，庄家吸筹了之后呢，他可能在这一个地方会遇到压力，反弹了之后呢，看他能不能突破这个青色线的压力。如果突破的话呢，恭喜你啊，你跟着庄家一起拉升。如果突破不了的话呢，你就要知道呢，这个地方是危险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搭配跟 Daily Chart 的话呢，现在它已经出现双底。日图呢也有出现这一个止跌信号，所以各方面来讲呢，都是有看到止跌的这一个信号。现在呢，我们只等待确认罢了。